从今天开始，我要给大家讲高中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知识，就是圆锥曲线部分，也就是解析几何。它包括直线、圆、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那么这部分知识呢，它有着极其严密的知识结构体系。好，那么我们就从回顾一些我们从前学过的预备知识开始啊。首先大家看第一个。数轴上两点间的距离，这个我们在初中就知道。我建立 x 轴啊，标几个坐标，这是1、2。比如说这是点 A， 这是点 B， 数轴上两点间的距离，我可以用的 AB 来表示，也可以用 AB 的绝对值来表示。我们看到1、2、3 ，AB 之间的距离是3个单位。那么它怎么来表示呢？点 B 的坐标对应的是2，点 A 的坐标对应的是-1。我们用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就得到 x 轴上两点间的距离。你用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不用加绝对值，因为右边的坐标大的减小的一定是正的。好，那么 y 轴上两点间的距离呢？我再建立一个 y 轴，这是1、2、3。这是-1，好，比如说它所对应的点是西，-1所对应的点是的。我想求 y 轴上两点间的距离，可以这样来表示，也可以这样来表示。1、2、3、4啊，我们亲眼看到它是4个单位，所以呢，我就可以用上边点的坐标减去下边点的坐标减去 y 的，上边点西所对应的这个坐标是3，点的所对应的坐标是-1，所以 y 轴上两点间的距离是上边点的坐标减去下边点的坐标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跟它密切相关的就是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任意两点的距离公式。接下来我再建立直角坐标系啊。这是平面内任意的一个点，我们把它叫做 P1， 坐标是 x1、y1。这是平面内任意的一个点 P2， 它的坐标是 x2、y2。那么这样的两点间的距离，我们怎么来求呢？借助于刚才的公式，我经过点 P2 做 x 轴的平行线，经过点 P1 做 y 轴的平行线。由于 x 轴和 y 轴是互相垂直的，那么这两条线也是互相垂直的。这样呢，我就把 P1、P2 置身于一个 RT 三角形当中，我就可以用勾股定理来表示它。所以 P1、P2 它的长度当然等于根号下 P1m 的平方加上 P2m 的平方。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取算术根就是斜边。好，接下来呢，我要求 P2m， 怎么来求呢？那么 P2 向 x 轴做垂线 ，x2 就落在这儿了。P1m 向 x 轴做垂线，横坐标 x1 就落在这儿了。P2m 的长度就是数轴上这两点之间的距离，就是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好，P2m 我们就可以把它表达成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接下来呢，向 y 轴做垂线y2 就落在这里了 ，y1 呢就落在这儿了。那么 P1m 的距离其实就是 y 轴上这样两点间的距离，用上边点的坐标减去下边点的坐标，所以它呢就变成了 y1 减 y2 括号的平方。所以平面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就是这两个点的横坐标之差的平方加上它们的纵坐标之差的平方，就是平面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这就是它的由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中点的坐标公式。P1、P2 的中点，我用 P 来表示，它的坐标呢设为 x0 和 y0。显然呢，它向 x 轴做垂线 ，x0 就落在这里了；向 y 轴做垂线 ，y0 就落在这里了。
这3条线都是垂直于 x 轴的，所以它们是平行的，平行线接线段是成比例的。这些呢，大家初中都学过，都非常清楚。那么，由于点 P 是 P1 和 P2 的中点，这2个线段是相等的，所以呢，接线段是成比例的嘛。那么这2段距离也是相等的。在 x 轴上，这段距离呢，我可以表达成 x0减 x2，这小段距离呢，我可以表达成 x1减去 x0。把 x0移到左边来，2倍的 x0就等于把 x2移过去，就等于 x1加 x2。所以中点的横坐标就是2个端点的横坐标之和除以2。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它们都和 y 轴垂直，所以这3条直线也是平行的，平行线接线段是成比例的，所以它是中点。那么这2段线段也是相等的。落在 y 轴上，这段距离呢就是上边点的坐标减去下边点的坐标，这段距离呢它也是上边点的坐标减去下边点的坐标。把 y0移到右边，把 y2移到左边，我们就得到 y1加 y2等于2倍的 y0，所以纵坐标中点的纵坐标就等于2个端点的纵坐标之和除以2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点的坐标公式，它和2个端点有关，2个端点横坐标之和除以2，2个端点的纵坐标之和除以2，得到的就是中点的横纵坐标。好，这就是预备知识，我们回顾一下这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快速的审题。这道题呢，它说的是平行四边形 ABC 的3个顶点。大家注意到平行四边形它并没有写成平行四边形的符号，那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这个点的排序不一定非得按照 ABC 的，你只要满足这样的4个点构成平行四边形就可以了。然后呢，让我们求一下点的坐标。所以我当然要建立直角坐标系把这些点精准的描出来。-1、-2，这个点是点 A， 它的坐标是-1、-2。点 B 的坐标1、2、3，然后这是1，点 B 的坐标它是3-1。点 C 的坐标是0-2，这是 C， 它的坐标是0-2。那么我先把已知的这3个点连起来。好，我要得到的是平行四边形。那么任何一个问题它都有一个题眼。什么叫题眼呢？就是一道题当中最突出的几何特征，你可以从它入手。好，我们要抓住这个题眼。这道题的题眼就是平行四边形。那么你立刻就要想到平行四边形具有什么性质呢？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是互相平分的。好，那么根据我刚才说的平行四边形的特点我就要经过点 B， 做 AC 的平行线。我经过点 A 做 BC 的平行线，2组对边分别平行，那么这样的四边形就是平行四边形。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这个点姑且把它叫做1，因为符合条件的点不止一个好，这个是1。那么还是用刚才我们说的2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我经过点 A 做 BC 的平行线，我朝这边做。我经过点 C 做 BA 的平行线，大家看点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 ，ABC 它也依然是平行四边形。好，我们再继续。我可以经过点 C
做 BA 的平行线，我往上边做。我也可以经过点 B 做 AC 的平行线，我也是往上边做。你看，它也做到了两组对边分别平行，那么这样的 AB 的 C 它也是平行四边形。所以呢，平行四边形满足这个条件，我一共找到了3个的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求的点的坐标，怎么求呢？有2种方法。我先给大家说说方法1。刚才我说了，做每个题都要抓住题眼，也就是它具备的突出的几何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对角线互相平分。比如说，我选择平行四边形 ACB 的1这是个平行四边形，我当然要把 C 的1连上。它是平行四边形的2条对角线，这是互相平分的。那么根据我们刚才学的中点的坐标公式这个点呢就是 AB 的中点。根据我们学的中点坐标公式，这个点的坐标我们马上就可以求出来，也就是 x1 加上 x2 除以2，负1加32除以2，2除以2它是1。2个端点的纵坐标之和相加除以2，负2加1是负1除以2，它是负的1/2，是不是我们就应用中点的坐标公式把这个点的坐标找到了？那怎么求点的坐标呢？我暂且把点的坐标设为 MN。好，这样的一个点它既是 AB 的中点，也是 C 的中点。根据中点的坐标公式，中点的坐标就等于2/2个端点的坐标之和所以2乘过来，2就等于 M， 点的横坐标就是 M。中点的纵坐标它等于2个端点的纵坐标相加除以2。2个分数是相等的，分母还是一样的，把2移过来，所以 n 的坐标就是负3。那么我是根据对角线互相平分，启用了中点的坐标公式，我们就把点的坐标找到了。另外的的3和的2和我刚才的求法是一模一样的我就不逐一的给大家做了，大家可以自己求一下。这是我说的方法1。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方法2。平行四边形它不仅是对角线互相平分，那么它的一组对边是平行且相等的。好，我方法1呢是借用了对角线互相平分，方法2呢我就要用到它的另一个特征，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也就是呢，我还是选用 ACB 的1这个平行四边形 ，AC 跟 AC 和的1B 是平行且相等的，那么 AC 向量就和的1B 向量相等就转化成 AC 向量等于的1B 向量。2个向量相等，方向相同，模长是一样的它恰好符合了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好了，点 A 坐标知道，点 C 坐标知道 ，AC 向量的坐标是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0减负1，0加1，那就是1；2减负2，2加2，它的坐标就是4。那么的1B 呢，要注意方向的1B 向量，我还是暂且设它的坐标是 MN。那么的1B 是中点，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3减 M 是向量的横坐标，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是向量的横坐标，我就把的1B 向量的坐标也表达出来了。2个向量是相等的，那么它们的坐标就相等3减 M 1减 N。2个向量的坐标相等，一定是横坐标等于横坐标1等于3减 M， 纵坐标等于纵坐标4等于1减 N。
所以我们就得到 m 等于，把它移到左边来，把1移过去 ，m 就等于2。把 n 移到左边 ，n 就等于1过去，1减4是-3，所以我们就求出来嘚1的坐标是2等于-3。好，这是呢预备知识，以及呢根据预备知识我们得到的，我们做了一个小题。另外2个嘚3和嘚2的坐标可以比照着老师的方法。用方法1启用终点坐标公式，方法2根据向量相等来解决。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进入正题，我们要开始讲解析几何的第1小节直线的这部分。首先，我们要了解直线的一些基本知识。大家看黑板。有关直线，我们要学习什么呢？第1讲直线的倾斜角、斜率和直线的方程。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直线的倾斜角，我们可以用2个方式去定义，大家听我说就可以了。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一条直线 L。那么，当它和 x 轴相交的时候这是有一个交点，谁是它的倾斜角呢？第一种定义就是直线的向上方向和 x 轴的正方向所夹的这个角，这就叫做直线的倾斜角。好，那么倾斜角一定是对角的样子吗？当然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直线的向上方向和 x 轴的正方向所夹的角，就是它的倾斜角。此时此刻，它的倾斜角就是直角。当然了，也可以是这样的画一条直线那么直线的向上方向，直线的向上方向和 x 轴的正方向所夹的这个角，我们就把它叫做直线的倾斜角。这是一种定义的方式。还有一种定义的方式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当这条直线和 x 轴相交的时候，那么 x 轴绕着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直线重合的时候，它所转过的这个角度叫做直线的倾斜角。当直线和 x 轴相交的时候， x 轴绕着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直线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这个角度就是直线的倾斜角。它也一样这是交点 x 轴绕着点 P 逆时针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角度，这个也是逆时针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角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可以是锐角，转到这儿的时候是直角，转到这儿的时候就是钝角。那么如果我这条直线它落在 x 轴上，或者跟 x 轴平行，那么它的倾斜角是多少呢？倾斜角是0度。当直线跟 x 轴平行或者落在 x 轴上的时候，它是水平的，它的倾斜角就是0度。那么随着它慢慢展开，有锐角，有直角，有钝角。当我再一次回到 x 轴的时候，那么我的倾斜角不能缩成180度，而只要你回到 x 轴我们就说你的倾斜角是0度。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定义什么叫做倾斜角。第二个，我们就要了解倾斜角的取值范围。可以按照第一种定义我们去找倾斜角，也可以按照第二种定义 x 轴绕着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所得到的角就是它的倾斜角。两种定义都可以。那么当直线和 x 轴平行或者重合的时候，它的倾斜角就是0度，是个特殊的情况。
那么它的范围是大于等于0度，小于180，左闭右开，没有等于180。好，这就是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是需要我们知道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啊，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叫做直线的倾斜角，倾斜角的取值范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斜率啊。斜率是什么呢？斜率指的是直线的倾斜程度，它指的是直线的倾斜程度。就像我们一个班级啊，优秀的同学有多少个，我们呢通常还要求一求优秀率，我们用优秀率啊来表示这个班级啊优秀学生所占的这个比率是多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直线的斜率，它表示直线的倾斜程度。怎么来表示呢？当直线的倾斜角，我们用谁的来表示？当它不等于90度的时候，我们规定倾斜角的正切值，它就是斜率。那为什么要倾斜角不等于90度呢？因为大家学过三角函数都知道，倾斜角等于90度，它的斜率正切值是不存在的。那么正切值不存在，斜率不存在，但是这条直线是存在的。直线呢，只不过比较特殊，它是垂直于 x 轴的啊，倾斜角是90度嘛。好，倾斜角是90度的时候，斜率不存在，但是直线是存在的。直线是垂直于 x 轴的这条线啊，这就是倾斜角的正切值是斜率。那么如果我没有倾斜角，可是呢，我也想求这条直线的斜率，怎么办呢？那就是这条直线上，如果有2个点，这是点 A， 坐标是 x1 y1， 这是点 B， 坐标是 x2 y2， 我们可以用2个点的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来表示斜率啊。那有的同学说，老师，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它的正切值来表示斜率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肤浅的理解方式啊，比如说我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一条直线 L， 它有一个倾斜角 x 轴绕着这个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直线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这个角，这是它的倾斜角。我在这条直线上随便的找一点 P， 经过点 P 呢，向 x 轴做垂线，我们把它叫做 P 撇。在这个阿贴三角形当中，弹进的阿尔法，它就等于对比邻，对边就是 P 撇，邻边呢就是 M P 撇，这是对比邻。那么很显然，当我这个倾斜角很小的时候，它所对的边就小，它的邻边就大。那么我们得到的这对比值呢，它就小，也就是倾斜角的正切值小，它的斜率我们通常用 k 来表示，它的斜率的值就小，它的陡峭的程度就小，也就是它比较平缓。当我们这个倾斜角比较大的时候，你看它所对的边就长，对边长，邻边小。那么它的正切值就大，正切值大，它的斜率就大，它就陡峭啊。我们可以粗浅的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当然了，它仅限于这是锐角的时候，你能理解的好。如果它是直角，不存在正切值。那么如果它是钝角呢？你不要就到另一侧去做这个构造直角三角形，不要再构造直角三角形，你就知道斜率倾斜角的正切值来求斜率，这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斜率。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题啊，消化一下相关的知识。我们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已知直线过 A、B 两个点，并且倾斜角是45度。我们要求 m， 怎么求呢？这道题呀，就是消化我们刚才学过的求斜率的两个公式啊。第一个呢就是直线上有两个点，既然直线上有两个点，那么我要求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这两个点的纵坐标的差 m 减4除以横坐标的差，这就是这条直线的斜率。那么到底是谁减谁呢？无所谓啊。如果我把它看成 x1 y1 x2 y2 y2 减 y1 x2 就减 x1， 也就是它只要你启用的是 y2 减 y1， 那么你就必须 x2 减 x1 对应就可以了。然后这条直线呢还给了我倾斜角，倾斜角是45度。那么根据我们刚才学的，如果这条直线有倾斜角，当倾斜角不等于90度的时候，倾斜角的正切值就是斜率。所以呢，我用另一个公式，倾斜角的正切值也表达了是这条直线的斜率。因为它是同一条直线，斜率当然是相等的。所以呢，tan的45度是等于1的。那么1就等于1减2，这是-1，然后是 m 减4，然后1减这是-1，把4移过来，所以 m 就等于3，这就是消化我们刚才学的两个正切的公式。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道小题下边的这个小题是这个样子的。直线 x 加上根号3，直线 x 加上根号3y 加1等于0，我们要求它的倾斜角。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学过一次函数那么我要把它变成根号 y 等于负 x 减1， y 等于负的根号1/3倍的 x 减去根号1/3。大家都知道这是 y 等于 kx 加 b 的形。k 呢就是斜率斜率它就等于倾斜角的正切值。我们设这个倾斜角为谁的角？所以 k 等于tangent谁的 ？k 的值我们知道是负的，根号1/3就是3/3根号3。怎么求这个倾斜角呢？我们回想一下，tangent的谁的如果等于正的3/3根号3，当tangent的谁的等于正的3/3根号3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倾斜角是有范围的呀，它是在0到180度之间。如果正切值是个正的，tangent的30度等于3/3根号3，所以此时此刻谁的角是等于30度，也就是6/π。可是在这道题当中它是等于负的呀，那么一定是这两个角互补了。这是谁的角30度，它的正切值是3/3根号3。还有一个角，它的倾斜角永远都是以 OX 轴为始边，逆时针方向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那这个角和它是关于 Y 轴对称的，这样的两个角是互补的，所以它就应该是派减谁的。它的正切值呢这是有效线段 AT 代表倾斜角的正切值，它是朝下的，刚才的那个是朝上的，它们俩是一对相反数。所以这条直线由于它的斜率是负的3/3根号3等于tangent的谁的，那么它的这个倾斜角就应该是派减6/π，应该是5/6这就是我们从前学的三角函数的知识。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种题型啊，我们要研究一下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我们既然知道了直线的倾斜角，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直线的斜率，知道了直线的斜率它是由倾斜角，当倾斜角不等于90度的时候，倾斜角的正切值就是斜率，说明它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型，就是我们要研究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由于 K 是等于弹进的谁的角是倾斜角，它呢特别像我们以前学过的正切函数 y 等于弹进的 x， 这是角的正切的值这是 y。所以呢，我就画了正切的曲线。那么有的同学就发现了，说老师你画的这个正切的曲线为什么这个不是从负二分之派到二分之派这部分怎么没有？因为我们倾斜角它是0度到180度之间，我们用不到这些负角，用不着派之外的角，大于180度的角我们都用不上，而且180度的角这个也是空心的，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保留正切函数的这么2小段0到派之间的这2小段图像就可以了。好，那它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道题吧。这道题呢，我们快速的读一下题。已知点 A， 点 B， 直线 L 还过了一个点 P， 并且和线段 AB 相交，而且斜率是存在的。让我们求一下它的斜率的取值范围。好了，我建立直角坐标系，把2个点标注在数轴上。点 A 的坐标是3逗1，1、2、3、1。点 A 的坐标这是3逗1。点 B 的坐标-1、-2、-3、-4都-1。这是点 B 的坐标-4逗-1，点 P 的坐标是-2逗3、2、3，点 B 的坐标是-2逗3。有一条直线 L， 这是点 P 的坐标，有一条直线 L 经过点 P， -2逗3。我把它看成2逗3，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横坐标是-2，纵坐标是3，点 P 是-2逗3。有一条直线 L 经过点 P 与线段 AB 相交，好吧，我把 AB 连上，这是线段 AB， 和它相交并且斜率存在，让我求斜率的取值范围。那我怎么画呢？它要跟这条直线这个线段相交，不是和这条直线相交，所以我当然要搭边和它的端点连线，这是一种情形。搭边和它的端点连线，这又是一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形，它的倾斜角就是 x 轴绕着它和 x 轴的交点逆时针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角度，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1。这种情形呢 ，x 轴绕着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直线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这个角度，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2。那么当它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斜率我用 K2 来表示。显然呢，它等于弹进的阿尔法2。当然，由于这条直线上它有2个已知的点根据斜率的公式，这2个点的纵坐标之差3减-1 3加1除以横坐标之差-2减-4 2加4，它是2，它是4，4，它是等于2的。那么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条直线的斜率我用 K1 来表示。K1 它就等于弹进的阿尔法1。当然由于这条直线上这2个点我们都是知道的，另一个求斜率的公式，纵坐标的差3减1除以横坐标的差-2减3我们也能够表达它的斜率，这是-5分之2。那么我的斜率的取值范围呢？我斜率的取值范围呢？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把倾斜角，这是角谁的，和斜率的关系，也就是这2小段正切函数的图像，我们要画出来。K 是等于弹进的谁的？这是2分之派，这样一小段正切曲线。这个呢是派不能等于180度，这是这样的一小段无限的靠近，但是永远不能够到达。好，我们先把手放在这个位置。那么此时此刻，它的斜率是等于2的。斜率这是 K 的值，它是等于2的。显然它的倾斜角阿尔法1是落在这里的，阿尔法2是落在这里的。这是阿尔法2，斜率是2，倾斜角是落在这里的。那么我要想和 AB 这个线段相交，我这条直线就应该向右窜，向右窜。我越向右窜，大家有没有发现，越向右窜，直线变得越陡峭？向右窜，向右窜，向右窜，窜到什么时候打住呢？你看，窜到它和 x 轴垂直的时候，那么你就和这个它就和这条线段交在这种地方了。越向右窜越大越大越大，大到90度打住现在呢，这是阿尔法2，为了和线段，我经过点 P 所画的直线和 AB 的线段有公共点有交点，我就向右窜。向右窜的过程当中，角就在变大到90度打住，所以呢，它是在阿尔法2的基础上向右取直，倾斜角可以是90度，但是呢，你所得到的斜率的值，由于我这段正切的曲线是无限的和这条 x 等于2分之派的这条直线无限的靠近，永远不能到达。所以呢，当我无限的逼近90度的时候，我的斜率就无限的大，也就是 k 是大于等于2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阿尔法1的这个位置。当直线经过点 P 的直线和点 A 相连，这条直线它所对应的倾斜角是阿尔法1，它所得到的斜率是-5分之2。我们把它也标出来，这是-5分之2，这个倾斜角是阿尔法1。为了经过点 P 的直线和线段 AB 相交，我们就是在这条线的基础上向左窜，向左窜，你才能够和线段相交。向左窜，向左窜，在向左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铅笔轻轻的画，你是不是变得图像变得陡峭了，角变得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
这个角比刚才的还小，你再向左穿，这个角变得更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在你向左穿的过程当中，和线段 AB 哒哒哒哒哒就交在了这种地方，一直穿到这个位置它是向左穿，倾斜角变小，倾斜角变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趋近于90度。当倾斜角等于90度的时候，斜率就不存在了。倾斜角无限的逼近90度，它就无限的向下延伸，斜率就无限的小下去。也就是我们的 k， 它是小于等于-5/5的。好，落在这个位置，为了和线段相交，向里窜，向左窜，和线段交，它的倾斜角就变小，小到90度。所以要解决这种斜率和倾斜角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图精准的画出来，然后一定要画上k 等于弹进的谁的正切函数的图像，你才能够并不是我得到了2个值，我搭边找到了2条线，把这2个斜率一求，一定比小的大，比大的小，不是的。必须要画这个正切曲线，看你的角到底是向哪个方向窜，是逐渐的角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所以这个正切曲线的图是必须要学会的。